大叔为了健康，每天往膝盖钉钉子，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，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，他却说自己在享受。每当感到疲倦时，就会从身上抽血，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觉前也要抽一管，就这样做了10年。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，直接吓到腿软，怕他钉死了，说他有次放血过多，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然而他却并不在意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，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，这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。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有可能导致瘫痪，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他根本就没病。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，进行心理治疗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。不过还好，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，生活步入正轨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只老鹰捕鱼时意外落水，已经在水里挣扎了几个小时，捞起来才发现翅膀严重骨折，已经丧失了飞行能力。救助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揪心的事，就在距离落水不远处的树上，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鹰。救助人员观察了几天，都没看到幼鸟的父母，他们怀疑断翅的那只就是鹰爸爸。如果没有食物来源的话，这几只幼鸟很可能会饿死。看起来2只幼鸟情况不太乐观，巢穴周围没有任何食物，幼鸟应该好几天没有进食了。大家用编织袋把幼鸟接下来，送去了救助站，给他们喂了一些食物，很快就恢复了活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救助，幼鸟已经慢慢长大，现在必须要让它们适应大自然。救助人员给他们搭建了专门的鸟巢，模拟野外环境，每天会在不同地方放置大块的食物，让他们学会自己进食。又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幼鸟羽翼日渐丰满，大的已经长到了11斤。现在他们将要进行飞行训练，工作人员对鸟巢进行了扩建，更加适合练习飞行。这就是他们未来几个月的新家。为了训练他们捕猎，还在池子里放了很多鱼，可以看到池子旁边就有被他们吃剩的。经过长达6个月的饲养，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，是时候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。工作人员分别给他们戴上脚环，还塞了2条鱼作为离别礼物。大家决定在离救助站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放生，如果发生意外也比较容易发现。来到合适的位置，用力一抛，幼鸟在附近徘徊了片刻后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之前落水的幼鸟爸爸经过救助，也恢复了健康，希望他们一家能在野外相聚吧。他准备用100斤橙子捕杀狒狒，手法十分奇特。他这一取，让整个深山的狒狒都崩溃了，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。猎人先在树下布置了100斤橙子，橙子鲜艳的颜色很快就能引起狒狒的注意。猎人只需埋伏在树上，等狒狒上钩。等了1小时，狒狒没引来，倒先引来了2只猴子。猴子在这里同样泛滥，猎人没有手软，举起吹箭瞄准，一击命中。猴子并不是他的目标，只能继续等待狒狒出现。远处一只狒狒终于发现了橙子，同时也发现了他，不停发出警示。看来还是太小瞧狒狒了，在树上蹲守的方式明显不行。3天后，猎人换了个地方，再次布置了大量橙子。这次猎人学聪明了，在旁边搭了个小木屋，把自己完美隐藏了起来，而且距离猎物更近，更容易击中目标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狒狒族群发现了这里，这些看起来都是年幼的狒狒。猎人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狒狒头领的出现。很快，狒狒头领走了过来，其他狒狒纷纷躲开。头领看着非常强壮，如果不能一击命中的话，可能会对猎人发起攻击，后果很严重。现在时机成熟，猎人缓缓把吹箭瞄准了他，头领没有任何察觉，还不停地驱赶其他狒狒。头领近在咫尺，就是现在。猎人精准射中他的心脏，但他好像没有太大反应，在木屋前来回徘徊，最后还是没抵挡住橙子的诱惑，继续拿走了一个橙子。就在这时，他开始摇摇晃晃，没走几步就倒下了。不过猎人判断错了，这时一只更强壮的狒狒走了过来，看起来这个才是狒狒头领。他环顾四周，显得很谨慎。橙子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，很快就吃得忘乎所以，这正好给了猎人下手机会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这个族群的狒狒都远离了这里。据他观察，当地有3个狒狒族群，他的目标就是猎杀族群的头领，只有把头领干掉，新头领才会带着族群去其他地方生活，可以有效控制狒狒数量。所以猎人继续等待其他族群的出现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另一个族群的狒狒发现了这里，一只强壮的狒狒头领走了上来，他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猎人再次举起了吹箭，现在已经解决了2个族群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第3个族群终于现身，这个身材魁梧的肯定就是首领。中箭后他并没有跑远，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木屋，但没撑多长时间也倒下了。到目前为止，
3个狒狒部落首领都干掉了，还顺带干掉了许多小狒狒。相信当地的生态很快就会得到恢复。小伙在大妈的卧室偷偷安了摄像机，正对着床头，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每到半夜3点50，大叔的手机都会准时响，妻子明明就在身边，手机里却传来妻子的声音，一直重复说着在不在，听着像是正在通话。查看手机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，起初以为手机有问题，赶紧拿去修，结果手机一切正常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诡异现象搞得老两口心神不宁。最怕的人是大妈，之前还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，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浑身哆嗦，每天靠吃药才能入睡。怕大家不信，大妈提议在卧室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画面显示3点50，手机准时响起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在不在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感觉不像有人在搞恶作剧。记者查看手机，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说不记得定过闹钟，就算是闹钟，那也不应该是妻子的声音啊。大家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半夜响起的声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叔把之前大妈说话的声音录了起来，阴差阳错就设置成了闹钟铃声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他们在公寓偷偷安装摄像机，正对着窗外的一座坟墓，还真拍到了一个不是人的东西。坟墓是这位爷爷家的祖坟，奇怪的是它周围从不长草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，而相邻的坟墓却杂草丛生，这光秃秃的一圈明显要比周围低了很多。即使有人围着坟墓转圈，至少也得走几千次才能达到这种效果。爷爷现在非常不安，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坟头寸草不生称为光头坟，不是好兆头，预示着家族衰败，后继无人。他现在就想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大家在对面公寓里架起了摄像机，等到傍晚时分，还真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停地围着墓碑转圈，正着转完反着转，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野鸡。难道这光秃秃的一圈就是他走出来的吗？当把这发现告诉爷爷，爷爷显得有点懵，难不成祖先变成野鸡了？大家让他不要迷信，但爷爷只想知道为什么野鸡只围着自己祖先的墓碑转圈。专家说要找到原因，就得按照野鸡的方式转上那么几圈，接着蹲下来，模拟野鸡的视角来观察墓碑。转到侧面时，专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墓碑侧边是镜面的，能清晰地照出自己，这意味着野鸡也可以从墓碑里看到自己。而且据观察，这只雄性野鸡正处发情期，遇到其他雄性野鸡就会变得非常有攻击性。它应该是把墓碑上的自己当成情敌了，想要与情敌死磕到底，所以才会一直围着墓碑旋转，继而造成了周围光秃秃的一圈。大叔在睡觉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。他竟然抬着腿在睡觉，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物，左腿就这么笔直的挺着，一动不动。大家觉得他在装睡，可过了1个小时，大叔的腿还抬着，睡得依然香甜，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节目组决定做个测验，找来5个人，让他们保持和大叔一样的姿势，看看谁坚持的时间更长。有人还没坚持1分钟，就已经瑟瑟发抖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所有人都败下阵来。然而大叔的腿还在悬空，走近一看，人家已经睡着了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大家都替他感到累，然而大叔却说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，不抬腿的话根本睡不着。大叔的妻子都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给他盖上被子，被子都会被撑起一条直线。一夜过去了，掀开被子，大叔的腿还抬着。大家决定整夜拍摄，发现大叔并不会整夜都保持一个睡姿，只不过左腿刚放下，右腿又抬了起来，2条腿就这么交替着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非常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还好大叔没啥毛病，医生表示只要觉得舒服，不用刻意改变，平时多运动运动就没啥问题。大叔往鸡蛋里注入自己的体液，40天后竟然制造出了一个诡异生物，甚至还会喷射某种毒液。但从这之后，大叔就突然断更消失了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叔是一名俄罗斯炼金术师，现在他想做一个匪夷所思的实验，亲手制造一个生命体，找来1颗未受精的鸡蛋，把自己的体液注射到鸡蛋里，用胶带密封后放进了塑料盒，接着套上帽子用来保温，期间避免光照。40天过后，大叔打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鸡蛋里赫然出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刚想离近点观察，这东西突然动了起来，朝大叔喷射了某种液体，手臂都被灼伤了。大叔吓坏了，一书本就给拍死了。看着血肉模糊的一滩，他怀疑制造出了一个异形。大叔没放弃，决定继续试验，一次性又做了5组进行对比。有了上次教训，他穿上防护服逐个打开，结果所有鸡蛋除了腐败以外，没有出现任何生命体，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又做了很多实验，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生命体。他把这东西放进水里饲养，头部还长出了一个类似触角的东西。几天后可以看到，这东西变大了很多，敲击玻璃还会做出反应，甚至开始吃肉。肉丁刚放进去就被它吸进了体内。更奇葩的是，在给它喂食的时候竟然有触电的感觉，用万用表一测果然有电。于是大叔给它取名皮卡丘。为了对比观察，大叔又制造出了另一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体。这个生命体没有嘴巴，完全靠皮肤吸收营养，体型类似海星，于是给它取名海星。经过几天的喂养，
海星竟然长出了眼睛。大叔决定把皮卡丘和海星放在一个容器里，看会发生什么。刚开始他们只是静静的待着，互不干扰，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皮卡丘的头部和海星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，而且皮卡丘还在不断放电。他怀疑皮卡丘在攻击海星，但过了一天，他们还是这个状态，海星也没有死掉。大叔觉得他们并不是互相攻击，更像是在配对。又过去了几天，两个生命体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全新形态。触碰一下，这东西瞬间会做出反应，最终生命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类似大海葵的东西，嘴巴里竟然长出了牙齿。大叔给这个全新的生命体取名叫肖格斯，但发现他不吃肉，只吃胡萝卜。接着又过了几天，肖格斯突然开始吃肉，并且对人类血液味道非常敏感。随着肖格斯一点点长大，他开始不间断吐出一些液体。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，大叔对水质采样检测，先测量 pH 值，显示是一种碱性液体。把液体倒进植物里，植物很快就枯萎了，这说明肖格斯吐出的液体有可能有鱼。这天大叔突发奇想，放进去一条鱼看会发生什么。没想到在鱼接触到肖格斯的一瞬间就死掉了，同时大叔也被电了一下。大叔用棍子刺激肖格斯，在他做出反应的瞬间，电压就发生了变化，也就是说，肖格斯集合了之前两个生命体的全部特征，会喷射毒液和放电。但谁都没有预料到，这竟然成了大叔发布的最后一期视频，之后就突然消失，没再更新过。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很快有其他博主质疑他造假，还根据他的流程实验了几次。鸡蛋除了逐渐腐烂以外，并没有产生任何生命体。他认为人类 DNA 不可能和鸡的 DNA 融合，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。你认为大叔制作出来的生命体是真的吗？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一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二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三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，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，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
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，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，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在丹东，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点，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，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来。妻子想劝阻，但是无济于事，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，没别的毛病。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？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，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。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，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挑选完毕，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。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。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但也很爽口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。医生也是大为震惊，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，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后改成吃牙签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。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，秋秋谈谈还能拉丝。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，那叫一个幸福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，母亲很担心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。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？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。为了疗养身体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，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，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鳅，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，不一会儿就挖到了1盆的泥鳅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，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，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，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最后大叔也表示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以后会尽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，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，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她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
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，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，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。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。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这只700多斤的鳄鱼天生兔唇，嘴巴还长了个肿瘤，疼得合不拢嘴，直到切下来才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。起初医生猜测应该属于口腔囊肿之类的，属于一种良性肿瘤，直接切除即可，固定住鳄鱼嘴巴，对患处进行局部麻醉。等麻药起效后，医生用手术刀开始切割，刚划开一个口子，鳄鱼就挣脱了起来。医生赶紧又补了一针麻醉，手术继续，很快就割下来一大坨增生组织，对它进行解剖，却发现了异常，这东西硬得跟土豆一样，怀疑它属于口腔囊肿里的根尖囊肿。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牙髓组织发生感染坏死，牙根受到慢性刺激，导致纤维组织增生，慢慢发展成了根尖囊肿。看它的大小，病变应该比较严重，可能已经坏到牙槽骨，估计要连根拔起了。大家商议片刻，确定了手术方案，继续切除残留的组织。这时就要使用激光手术刀，可以减少出血量。现场也飘来了烧烤的味道。现在牙槽骨已经完全暴露，看起来就很不正常，必须要拔牙了，不然会影响到相邻的牙齿。医生拿出了铁锤和改锥，直接对着牙槽骨开凿。
一番努力下，总算把牙敲了下来，留下了一个大洞。接着用消毒液反复冲洗内部，来点抗生素或者消炎药就可以了。经过这一系列操作，以后就不会再长囊肿了。随后拆下固定工具，静静等鳄鱼恢复意识。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没有攻击任何人，慢悠悠地爬进了水里。几天后，鳄鱼恢复得很好，嘴巴已经可以完全闭合，食欲大增，甚至对饲养员都蠢蠢欲动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。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闭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。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。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。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。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1瓶回家了。